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录制医疗项目的最后一个镜头，我们先来看一眼。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all potential design spaces. Additionally, 这个镜头整体来说的话是比较简单的，难点就在于这个结构的建模。我们来看一眼。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结构，可以说它就是基于一个三角形，然后在三角形的3个顶点上去克隆球体，然后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构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得到一个三角形，然后 mountain 做了一下它的位置的一个随机，然后将这3个点以这样一个分叉的形式连接起来，所以我们使用中心点连接3个顶点。放大一下这个点，所以你看它就连接，然后得到了3个连接到中心点的线，缝合一下，然后重新采样，通过 sweep 让它变成实体，然后这个地方得到一个 curve view 的属性，通过这个 sweep curve view 属性对这个从中心到周边有一个属性的扩散，然后这个属性的话，我们后期用来控制克隆的点的球体大小，然后做一个 mountain 模型的随机，在它的内部撒点，然后将这个 curve view 属性传递过来，然后这里面的一些 vex 也是对这个点的属性，也就是控制它的 p scale， 以及给了一个 AA， 这个 AA 还是我们后期做这个颜色的映射用到的。你可以看一眼这个 AA， 然后将这个 curve view 赋予到这个 p scale 上面，然后再对这个 p scale 做一个随机化的处理，所以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模型。然后我们观察这个结构，它实际上是由2个部分组成的。第一部分就是球体，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中间这个连接线。然后我们可以注意到它的球体虽然是有一些穿插的，但是其实它是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，尽量让它有一点排斥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怎么做的呢？先让它变成一个 VDB， 然后通过采样这个 VDB 采样这个 VDB 的 surface， 看一下啊，然后做一个点的属性偏移，然后通过乘以这个 n 属性，也就是控制让点根据这个 n 的方向做一个偏移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你看，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，它是这个样子，100%穿插。我们将这个值变大，你看，它就有一个排斥的效果。这个地方不能给太大，因为它可能有些穿插，所以我最后实际上给了一点点。实际上你还可以做一些再可以让它放大一点，然后再给了一个细分，然后这个给了一个 mask 属性是干嘛用的呢？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属性。这个属性也就是说从中心到四周有一个扩散，它主要集中在最外围的这个
球体上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最外部的球体上有一些比较小的球，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mask 属性再做了一个撒点，然后同样的做了一个 p-scale 的一个随机，将这个球体克隆到这些外部的点上，做了一个分组，小的球体跟大的球体，这就是得到了最后的模型。然后再做了二次的将这个相斥二次操作，然后继续的，这时候对这个其实这个属性这个操作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必要，就是对它做了一个 UV 的那个分布，其实没用到，因为我们最后渲染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一个纯色渲染。然后这个是原始球体，这个是小的球体，然后删除多余的属性以及组别，还是同样的给了一个 class 属性，class 属性做一个颜色的映射。其实前面对这个大球体已经做过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得到了它的主要的模型，做一个保存。然后这个地方为什么做了4个这样的模型呢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主体模型之外，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型。其他的这个结构呢，就是与主体是保持有一些小小的区分，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个 scatter 改变它的种子值以及这个数量，让这个模型的结构有一些变化。所以我们得到了4个类似但是又不相同的结构。这个时候我们在做中间的这个连接线，将这一些球体提取它的，看这个吧，提取它的中心点，然后将这些点通过这个节点将它们连接起来，然后给予一个 sweep 让它变成实体。同时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把材质赋予上去，一个是给它的连接线，一个是给它的球体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它的4个结构。主体的结构的动画其实也比较简单，就是一个是这个地方，看一下，对，这个地方，也就是给它做了一个位移，给它做了一个位移，看，也就是对这个点，我们在之前的镜头讲过，控制这个 curve 的这个 first u， 让它沿着这个直线有一个位移。细胞的结构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，它有一个穿过来的一个动画这个表面，通过 mask 属性的传递，然后 displacement 做的置换的一个对点的一个置换，所以它有一个这个表面的表面结构的一个变化。这个背景也是，这个背景其实也是，这跟这个碎片是一样的，得到那个运动的点，然后将这些结构克隆到点上，大致看一眼，将这些我们得到的其他的一些结构，然后克隆到这个运动的点上，然后这个点也是之前讲过的，通过对这个点做一个简单的模拟运动得到。然后这个地方使用的是没有使用到这个节点 attribute from pieces 没有用到这个，而直接使用到是 index， 给这些点赋予一个随机的 index 整数属性0到3，也就是0、1、2、3
四个属性，然后将这个地方改成 index， 同时将原始的这些物体也赋予不同的 index 值，然后克隆过来，这个地方也是这样，所以它有一个运动。这就是整个建模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渲染。渲染的话也是跟之前的思路大差不差，整体是做了一个Doomlight， 也就是环境光，然后这个环境光很重要，它其实决定了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性，因为我们整个画面是比较通透、比较亮的，所以这个值，当这个值其实一给出来，整体的感觉其实就出来了。然后其他的就是也是通过补光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你看，然后两个大的补光。然后这两个光是对细胞出现的细胞做一个补光，因为远景的 3S 物体，你如果不补光的话，会显得比较暗。另外就是对主体的一个补光，这个地方做了一个遮光板，遮光板就是这个东西，同时。这个 visibility 把它的可见性的这个主光源可见性给它关掉，就看不到了。它其实就是一个上了一个白色的材质，有一个反光反到这个物体表面。材质也很简单，跟之前的思路是一样的。看，做了一个 veneer 表面，然后通过这个 AA 属性做了一个颜色的区分，是吧？你比如说我们变一下，然后这个线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塑料材质，整体就是这样，我就不细调了。然后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。